这把换边了，两边的红蓝方的胜率都很低啊。伊萨蓝色方胜率27%，秦九红色方胜率是20%，是最低的。大家来再拼一拼嘛。伊萨这边搬了张良。其实我感觉秦九这里他不太能放伊萨张良，但伊萨把张良这个不稳定因素自搬了。因为秦九自己的太乙真人用过了，再加上他们对抗路的孙策跟关羽玩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秦九这边能应对张良的阵容偏少。但是伊萨还是选择自搬，还搬了个狂铁。震惊长安第一拳。秦九搬的是搬的是火舞，还是搬了一个节奏点。伊萨直接1抢了老虎、啊，这什么意思？我也来一把。风行说：“那我这把也要关羽了啊。”也来换一把是吧？但是区别在于什么呢？小楼他1抢是因为他的裴擒虎3战3胜，这赛季没输过。但是风行的关羽的话，他这个赛季胜率没有特别高，7场只有14%的胜率。是这样的，我解说过蛮多秦九的比赛，包括在2路看，就感觉风行的关羽他的发挥败军之将不够好。敢入伍阵。先来看一下后续，秦九选择了朵莉亚加夏侯，伊萨是直接出蒙恬了。思源堂向来业绩第一，加上邵思源，还是想打节奏的。这个邵思源到后边可以选择性去配一个后期射手，比如说百里守约之类的，看秦九的切位了。红叶最多情，公孙离无计相思。公孙离的话，秦九接下来可以搬个仓，因为伊萨能搭邵思源又好打，公孙离的仓还在外面。仓守约都得搬。孙二香这盘伊斯塔也在，但是孙二香这把没有那种提速英雄的，没有太乙真人和明圣这种英雄，就感觉会有点拖嘛。但伊斯塔如果想结束战斗，他可以把狄仁杰给出了呀。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先搬了一手亚莲，是有这个意思在的。狄仁杰加邵思源打这个公孙离不是挺好打的，配合上蒙恬加老虎，其实是可以打那种速推的。但秦九这里不搬射手，搬了个安琪拉。想卡千荣的节奏啊！整体秦九是想在强度上做的比伊萨高的。海诺也搬了，保护一下蒙恬啊。王昭君还是在搬青荣的英雄池啊，但这样狄仁杰是在外面的。射手狄仁杰守约都有，看伊萨怎么选的。选狄仁杰就是打平推，对吧？蒙恬只要4级之后找机会过来帮下路打，对面是有点难防了，就看秦九中单的选择了。这长手好手线的法师剩的不是很多了，要么就是选个干将莫邪这样的打这个蒙恬相对好打。想先看一手，然后给风行拿了自己高胜率的曹操8场62.5%的胜率。后羿加裴擒虎，这么熟悉吗？中路自己配个干将莫邪，哇，这个有点以选代班的意思了。是啊，而且配合上后羿的话，还可以打中点控的高爆发。这是什么意思啊？伊萨，今天伊萨想正反手一下，正反手教学吗？还不好说啊，反正阵容是这样已经确定了。对啊。主要是他这个干将抢的是蛮妙的，我觉得他甚至有点是因为这个干将，所以说我再搭一手后羿的意思。那关键九寒这里拿什么？甄姬有些被动啊，那他只能把甄姬挂到下路了，然后让自己的公孙离放中，跟第一把一样，让这个公孙离到处吃，尽可能在朵莉亚升到4级之后，配合上夏侯惇想办法跟伊斯塔的中野辅对抗，都不是入侵了，因为伊斯塔这套阵容中野辅也强。你夏侯惇只有双大的时候，你才能比较来去自如吧。两边其实在这一局的 BP 上面，伊斯塔在蓝色方是主动拿那种进攻阵容，然后老虎和后羿2个点也是上一场秦九使用过的，所以他的思路其实大致是一样的，就是利用后羿的一手先手，配合上干将这一把的一个爆发，他们整体的节奏是只要命中率高，很好出。这把要看一下亮宇这个后羿的剑够不够准了。没错。后羿的话，亮宇在这个赛季用过2次，1胜1负，用的次数不是特别多。然后加上坦然这把的蒙恬，更多的也是来到4级之后，可以来到正面，给自家的这个后面相当于一个双 poke 的体系。但是九痕这个朵莉亚不准备带个净化吗？还带治疗啊？可能会成为一个伏笔嘛，因为命中可能会秒掉。九痕在游走位里边，他的场均死亡是有点偏高的啊。也有可能跟他的这个激进的打法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一局在秦九这边的阵容选择来看，我们不考虑说他局内的一个情况，他选择的是4个自己
所有高胜率英雄都掏出来了。他们的曹操、夏侯惇、甄姬和公孙离都是8场60%以上胜率的英雄，而且都是风行、安七、九寒、莫冷4位选手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英雄。对，这是真的涛这个赛季玩的最多、胜率偏高的英雄。是的。所以我觉得秦九这一把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自信英雄，看看能不能够从E4手里面再抢回一局。但是在前期的节奏看来，这一把莫冷首先他的公孙离压力一定是最大的，而且也说到了秦九他们的卡位赛带着的不仅仅是自己能不能够往下走，还有所有临时席位资格赛队伍的荣光，还有在旁边看着的深圳 KLG。进入比赛，蓝色方武汉赛 Pro， 红色方秦九，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潇洒。这个开局，老虎的刚才那个站位是有点想打对面野区了，但看到对面公孙离跟斗利亚是有防守野区能力的，就算了。还是想做一些小的骚扰，但这个赤甲他这个劣质看样子好像是秦九守下来了。那这个空间之顶是看不了了。因为整体E4前期的这种强度是非常够的，他的3线都是比较舒服的。坦然的蒙恬在这个赛季出场次数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也算是他坦边当中玩的比较好的一个。之前E4的那一套是蒙恬加上宫本一起出的，2场全部都获胜。第一波秦九出手找机会，没有什么收获。接下来就要看亮宇了，因为他马上要升4了。就是这波线过完，想卡线，但安七的夏侯惇已经在反小野了，那组小野守不住了。卡了一个兵，亮宇到4级了，感觉可以往中路找找机会。干将到位了，对的，这剑要藏一下视野，给来了，但是对面已经退了。感觉有意识啊，就是因为后羿刚才往后退了几步，估计队友也爆点了，中路小心。因为现在大部分后羿的大招都是往中路去射的嘛，拼抢中时候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的，所以大家已经有防范了。亮宇那个太明显了，他刚才还在线上漏呢，吃完兵线升了个4级，突然往后退了。你怎么不压了啊？严阵以待。而且这一把后羿的剑中了之后，是比秦九上一盘那个阵容更好接伤害的。他有一个远程的爆发点，干将莫言。对的。包括他也有一些能拆火的点，就是有蒙恬这英雄在嘛，对面也没有办法去接被后羿大招命中的那个人。九寒支援下来。可以打一套，抬一下，接2，接大，一针直接交闪。想再压一波，打一些状态。就看下一波线了。下一波线上线一直是属于蒙恬压着曹操的，所以蒙恬这里理论上是可以去做传送法阵，优先到正面。就怕他会被打断。先看这剑，这剑中了，找到是夏侯惇，能秒吗？4剑，哇，伤害够，小龙拿到第一滴血。干将的4剑加上虎形态，这波爆发，佩辛湖的虎形态的爆发，这样4分钟的龙E4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那这样就跟上一局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这个后羿的剑第2剑就中了，而且中的是刚好秦九这个时期比较强的夏侯惇。对的，把夏侯惇打掉了。想进野区看一看。有一个惩击，直接把对面的蓝给惩下来了。因为刚才打龙的时候留了个惩。因为对面在夏侯惇倒了以后，这个点是没有任何的
可对抗性的。说白了还是因为后羿这剑呀，这让他们的节奏出得很轻松，击杀夏侯惇不费吹灰之力。对，难消。这就是他的一个大招，然后配合上很快青荣和小罗的伤害接上，定点控加爆发。这也是在赛场上面玩到这种英雄的一种魅力吧，因为他非常吃选手个人的一些意识和预判，对，以及队友的一种接应。它就是一种很极端的情况，你只要能接上，你就是优势；接不上，可能你整盘就很难受。成也后羿，败也后羿。没错。但伊萨这套阵容，他不是说单纯依靠后羿的剑去出节奏，他有自己的平推节奏啊。裴擒虎带边的时候，蒙恬去正面跟着正面去压，有后羿的推进以及干将莫邪的压血线的优势，他的节奏照样可以打得很快。对的。而对于秦九来讲，他的朵利亚夏侯惇目前在中轴对抗上并不占优。而且随着夏侯惇的野区被对面禁过一波之后，他现在的经济越来越低了。这把秦九想着又来，擦肩而过，但看一下这波蓝区，应该是进不了了，毕竟这剑都没中。秦九这边想着的一定是要先等自己的一个双边再稍微发育，然后让公孙离接个红来这边带节奏。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秦九这个阵容的开团能力不及武汉伊萨 Pro。对，然后他们的手臂也偏短，所以他正面想碰撞，除非是伊萨要跟他硬碰硬。但伊萨明显是可以边发育边等后羿去抽奖。哎，这个闪现教的是什么意思？感觉是不是误触了一下？我也感觉，毕竟一技能曹操的一技能离闪现很近。对。这个闪现不知道有没有被伊萨的看到，因为如果捕捉到的话，他的双 C 会压得更深。剑来了，哦，擦肩而过，正好在清线往前走了一步，但是他可以破下他。主要是风行转线没闪的话，威胁不到伊萨的后排，伊萨就可以打平推。秦九主要是没什么先手啊，他的先手就这个夏侯惇，所以不是特别好开。几何到，但是摸不到。你想留别人，别人往后退，很容易拉开。在这个过程当中，下路碰撞了一波，互点2下，切虎形态走，留不住。就是正面，因为坦然他玩的是手蒙恬，他顶在前面可以给青龙提供很好的视野，就是可以打这种先手消耗，又是一剑命中。这波不太够伤害了，裴擒虎不在，状态打低。主要坦然第一时间都往上走了。坦然要是做好接这件 combo 的准备的话，他就直接开大招，补爆发是有机会的。开了一手大招，但甄姬这个控制让蒙恬也稍微有一些难受。惩掉对面的一个蓝之后，蒙恬是走不掉了，咬进去找到了个安七，看能不能留，被动出发了，砸起来。后方的一个位置的话，一针已经被对面给点掉了。那这是风行也把小鹿给带走。这是秦九的机会。本来秦九不擅长开团的，不好留人，但是伊萨去打这个蓝 buff， 你主动进来了，而且在蒙恬那个位置已经招了闪没有过强的情况下，理论上是接不了了。伊萨还选择了强打，去想要激活这个夏侯惇，导致了自己掉了3个。我们来看这波回放，首先夏侯惇已经是借小野补完状态以后回来到正面来，公孙离藏在草里，蒙恬想闪撤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卖了，已经救不了了。但是裴擒虎选择咬进去，邵思源也选择了跟。这对于秦九来说是个好消息。蒙恬开个大招卡人，想把中线运过去，这个后羿的大招也没中。4剑被挡了不少。哦呦，再来2剑配合上邵思源的伤害，9还没了。青荣本来那个4剑已经被挡了一大部分了，但是他后边这2剑精准命中，再来4剑好准。这2件是再一次被公孙离2挡掉了，打出了第一把那种气势啊，第一把玩银车的那个气势，直击对面的后排。其实这种就属于中和的选手，就是他有的时候和自己选的英雄都没有太多关系，他的打法和风格就是这种中和的风格。
这剑中了，但是夏侯惇上来拆火救了一下朵莉亚。哎，但是自己吃不住啊。曹操位置还不错，但是一针过去踩了一脚，自己是倒了。不过风行交了一波闪现也拉出来，看一下能不能走。坦然是握了一个闪现的，但是借着虎形态扑过去，咬的稍微有点深，被莫冷接应了一下，老虎没了。应该是朵莉亚给了个2技能回了一口，包括他自己的2技能也回了一口，导致了老虎那个伤害没有击杀，自己没了。这2波其实秦九是把这个节奏给撑住了，不然这个点其实他们的中1塔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去守住了。其实理论上，E-Star 这个阵容不想打团，秦九是很难接起来的。对，但是秦九这个阵容适合反打。我们来看这波就是，看2剑4剑被挡了一部分，再来2剑，又跟了2剑。来正面找到了坦然，莫冷拿到锋芒毕露3-0-2的公孙离了。这好像是九寒闪现开了一波呀，坦然的闪、青荣的闪都掉了，还死了一个蒙恬。10分钟这波龙又被秦九拿下了，那这个中路1塔就不好守了，应该是要放了。蒙恬不在，对面又有甄姬，E-Star的阵容是不好进场的。这慢慢的被秦九打回来了。看这波，剑后羿的剑没中，甄姬闪现过去，他是大闪推了一波，打了一下干将的闪。他把能掩护蒙恬撤退的干将莫邪给打退了。这剑中了，公孙离呀，咬过去终结人头到手，裴行武关键的一个大招，自己还能打。小墩必须要撤了，但是老虎借着红 buff 越墙过去了以后，想要去留人，蒙恬开了一手大招，再把夏侯惇顶到墙上，但是夏侯惇直接回头一个大招锁住了老虎，老虎要极限后撤，这个时候风行进来以后被少孙踩了一脚定身，亮宇在后面慢慢跟输出把人给带走了，安琪比较能扛，一技能队再拍了一下，但是亮宇这个剑又跟了过去把安琪拿下，但是裴行武这波也倒了，裴行武应该是吃到了甄姬的一些不明伤害，然后又被夏侯惇补了点伤害死的。1换3的团战，还是挺赚的，对于E-Star来讲，又是亮宇这一剑，哇，他这一剑往下射到了公孙离啊！这剑不知道他一开始是想给谁呢？他如果想直接命中公孙离也太难了吧？又中，哦被挡了，被挡。那刚才秦九在10分钟打了E-Star一个吊点之后，拿了那条暗影暴君还没用得上，就瞬间被E-Star给打回去了。然后E-Star又拿了条暗影主宰，可以打推进节奏了。其实，在打推进节奏的时候，E-Star就不需要急着去开团了，借着兵线蒙恬砍在前面，然后去点就行了。对，保持好阵型，对，打团的阵型，盯好对面的绕后卫。这个曹操。开本狼要冲一波，找到干将，干将提前交了一波闪现，但是福尼切了一局，还是把青荣给切死了。回头再配合上自家的一个安琪，技能乱击飞起来了以后，2连击破把坦然也给带走，一技能再往前冲，但是亮宇很能扛啊，后羿的输出很爆炸，边打甄姬一技能冰了一下自己，安琪这时候大招进场，配合上甄姬一技能炸出来的伤害，把亮宇给终结掉了。但是后羿最后完成了一波3连决胜，他把输出打炸了。小罗感觉想偷塔，因为这个兵线很好，下路还有兵线。他可以去偷资源，这夏侯惇追不上他，然后下路还有个暗影先锋，对，暗影先锋一旦进到了那个位置，下路高地就有点难守了呀。是利用自己的技能退出去了，自己给自己刷技能，但是这个暗影先锋还是在锁着防御塔，高地应该是要掉了。这是秦九的一波奔狼冲击，冲到了干将莫邪。这波冲的很好，因为他们是从2个地方，不是全部冲中左那个口子。打到这个时候，感觉秦九要大获全胜了。你看亮宇这个后羿站桩输出，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3件套，而且他是有不降的。他不降应该是这波打完刚刚做出来，前面是有一定的护甲，就是有一个守护者之铠，之前是对有一定的站桩输出能力。在少了一个干将输出的情况下，这波团E-Star打的相当止损了，甚至没亏，还把你下路高地给推了。他下路那个龙兵啊，又是一个使命必达，把高地给喷掉了。正面再冲一波，先冲坦然，这个4剑扎过去，把安琪给扎残。正面E-Star第一时间已经立住了，但是他在秒龙啊，1万的血了，要拼了！哇，再来2剑坦然，最后拿到了这条黑暗暴君。下路线太差了，星优得回去清。
秦九自知自己家的阵容开团能力太弱了，只能靠奔狼这手找机会。直接去和伊萨贴脸。如果保持距离的话，打拉锯战，秦九是不占优势的。所以就是顶到对面脸上是有机会的。刚刚那波其实，在冲的时候，主要是因为风行当时的闪现还差一点点，还没好。再加上蒙恬是第一个被冲的目标，他能起到阻隔对面冲击力的作用。没错。但是他们依旧可以故技重施，以这样的方式去接伊萨正面的团。这一剑是被安七夏侯惇大招霸体躲了。甄姬冰封自己，再招闪现走，但是有点被这个干将莫邪压起身的意思啊。是的，闪现没了。他5楼出了这手，顶着干将出的这手甄姬确实是有点难受。感觉也还是 BP 上面青龙这边先把干将给抢掉了。他们要是自己拿了这个干将莫邪的话，感觉打这个蒙恬也很快。感觉他们本来理想情况底下是想拿个干将的。伊萨现在就打中上半图，下线让他自然过去就可以了。而兵线，我觉得恰恰是秦九这一整场 BOG 绝对不能忽视的东西了。是的，不能再出现第2次对这样输掉比赛的画面。再奔狼，要冲同样的位置顶进来，但是蒙恬一个人卡住了，对面5个人。甄姬这个大招放的位置也不错，但是坦然也扛不住了。风行切进去，但是上孙踩了一脚定身保了一手。这个时候亮宇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输出环境，还可以再点2下。然后这个夏侯惇拖到了，还活着，拖到了大招好。因为现在朵莉亚她的那个人鱼之刺好像绑定给曹操了，他是给曹操刷第2个大招，让曹操往前顶着打，为后边的队友开辟一条路出来。导致了安七的夏侯惇只能靠自己。这波的龙也是伊萨拿到的，但是面对秦九这样的冲击，伊萨有点招架不住啊，他后排太多了。对，真的后排太多了，全都是远程英雄，除了一个蒙恬，其他英雄的输出环境都需要保持好距离。所以看到伊萨他刚刚的团战应对方式是让坦然开个大招顶在前面，先来这4剑接定身，哇，安七直接被秒掉了，扛不住。这个干将莫邪是个顺风干将。其实这波蓝须感觉是可以放一放的，但就是没想过会吃到剑嘛。后羿的剑就是这么的不稳定。对于双方都是。中线压进来，先给波压力，然后可以转上。这个时候青龙的干将发挥空间是很大的。你没前排往前顶了，没有人吃得住伤害。高地全部到手，在等亮宇的剑，看谁出现啊！直接给了，中了朵莉亚。朵莉亚是带的治疗，直接被秒，一枪过去，9痕没了。然后亮宇这个位置被切进来的风行给带走了，莫冷这个位置也是吃到了小楼的一波伤害，配上青龙的剑带走了2连击破到手。这面敌人再踩了一脚以后，4剑再跟上，把对面的安七也给收下，只剩下9寒的一手甄姬了。对线的逼宫了一下自己，但是有点无力回天，拿到2连击破，但是兵线已经进来，点到是让我们恭喜武汉伊萨 Pro 4比0战胜秦九。